嗨，朋友们，上午好！这个是早上我婆婆一早杀的鸽子，是我老公一早给我买的，就是一只50块，打算今天做成那种温补的菜，顺便分享给朋友们。姜爆乳鸽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爪子给它去掉，不要哈，没有什么肉，还有这个屁股也不要。接着我们再把鸽子给它斩成小块。这个姜爆乳鸽就是特别适合在月子里面的宝妈吃，就特别的温补，而且提醒朋友们一点，就是一定要在14天过后再吃，就前面14天不要吃这么热补的菜哈。再简单把鸽子给它清洗一下。然后沥干水分。朋友们提前准备一些这种洗净的老姜，我们这道菜是不需要去皮的，所以一定要洗干净，给它切片。你不要觉得这么多的姜，其实等一下那个姜真的比肉还好吃。朋友们，我们把锅烧热，然后倒入黑芝麻油哈，这种比较补。油了以后，我们先下入姜片，然后保持中小火炸。像这种温补菜本身是比较上火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姜片不用去皮，其实也可以让它吃起来不会那么容易上火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生姜已经煸了5分钟了，能闻到很浓的姜味了。我们把这个鸽子好下去煎。还有就是提醒朋友们一点，这种鸽子是不需要焯水的哈，直接可以烹饪的。所以最好是选这种乳鸽，就是年龄比较小的。如果是那种老的用来煸的话，可能你到时候咬不动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中小火煸了7分钟左右，像这样子。这个姜片有一点点发焦了，然后这一只鸽子肉也水分也煸干了。我们现在开始调味。调味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加盐，其他任何调味品都不用放。我这2胎坐月子就是吃的最多的也是这道菜，有时候我婆婆就会用鸭子或者是鸡肉弄，也是很香的。我们全程用了20分钟，看一下，真的超级的香，整个屋子都是香的。高火上，最后摆上一些葱段点缀。就是想着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虾皮怎么烹饪，所以今天简单分享一个虾皮白菜汤。锅里喷入这样的食用油，然后下入姜丝、葱白跟一点蒜白爆香。接着我们下入洗好的虾皮。这种海鲜干货，这种虾皮哈，一定要提前给它炒一下，连它的香味才会释放。现在都能闻到海鲜味道了。然后我们倒入清水。朋友们煮白菜的话，一定要冷水就下去煮，这样子煮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好吃，而且比较软。朋友们还买了1盒的蛏子，这个12块钱1盒，还挺大只的。加入小勺盐，适量的白胡椒粉，1小杯的地瓜粉，然后抓拌均匀。因为这个蛏子本身会出水，所以你不用加水去给它稀释哈，像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白菜的话，我们就这样烧开过后，我们转中小火，给它煮个2、3分钟，让这个白菜的味道出来哈，等下吃起来会比较好吃。接着我们就可以下入蛏子了哈，尽量快一点。调味的话也同样只需要盐跟白胡椒粉就可以了。再次烧开以后，我们下入蒜苗跟芹菜粒，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朋友们，虽然做法很简单，但是喝起来非常鲜美的虾皮白菜汤就做好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午餐蒸了一个蟹肉蒸蛋，就是蟹肉在底下，你们看不到。还有芦笋炒年糕、清蒸鱼、姜爆乳鸽。汤的话就是虾皮白菜汤，然后我们今天中午就这样吃。妈妈，我要蒸蛋，我想要快点尝尝我自己做的蒸蛋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汤匙借我一下好吗？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蟹肉啊，螃蟹肉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然后今天这个蒸蛋是姐姐做的哟。螃蟹在哪里？螃蟹，剥了。别人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肉就是肉。这个蒸蛋今天是姐姐打的，今天姐姐调的水量，然后姐姐撇的粉末。用汤匙嘛，好不好？尽量不用手嘛，或者是你用筷子也行，我给你弄的筷子。用筷子也行。对。一点点呢，一点点夹。好像。
今天这道蒸蛋是我妹妹弄的。哥是什么部位啊？哪个？放心，不是割屁股的，割屁股妈妈已经切掉了，你放心啊。那个是鸡胸肉的部分。应该。割胸肉。哦。嗯。对调一下，这里煮蛋给我一下，这个已经没开加哈。配白也是一样。我在说这个鸽子怎么吃啊？这个鸽子也好吃。还用鸡蛋吗？还有吗？那还要鸡蛋吗？吃完了吗？归心给宝贝。没有，你看上面很多你饭粒，要归心给，不能浪费嘛，尽量吃干净一点哈。我们碗要干净，比脸还干净。螃蟹肉你以后我都不给你剥。我也要吃上我的速度啊！要打它，不用慢，手脚慢一点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不要了。没有了，很干净了。